其实我不是你相公。我知道。什么鬼？古代女子不是讲究三从四德，一女不是二夫吗？为什么听了我的话，她一点都不惊讶？你怎么一点都不意外？你受伤那日，我试过你的鼻息，那日你已是死了。望着眼前那枯瘦如柴却不失娇艳的女子，面色死寂而又平静地说着这番话。赵小驴不知道这个女人该是对眼前的生活有着多深的绝望。你不害怕？跟以前的你比起来，即使是被什么穷凶极恶的山精野怪上了身，于我而言也无甚区别。我只想保护好我的孩子。说的也是，这原主的确是个很操蛋的玩意儿，没什么本事不说，嗜酒好赌还动不动就打老婆孩子，穿越到这种人的身上，老子都觉得丢人。既然你不在乎，那我不是我这件事，就当成是你我之间的秘密。以后我不会再打你和孩子，而且我还会对你们好。我不求你对我们好，我也会替你保守秘密，哪怕你继续打我骂我都行，只求你不要再打豆豆，他才3岁，身子骨遭不住。他叫赵小驴，因为一次意外穿越到了眼前这个同名同姓的古人身上，顺带着也继承了原主的老婆和孩子。我出去喝点水，有些口渴，你先睡吧。低矮潮湿的厨房内借着微弱的月光，赵小驴望着水中的倒影，有些头大。水中之人与前世的自己一般无二，而刚刚的女子根据原主的记忆，正是他4年前诓骗来的老婆。看来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才收了你的命。你这个老登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了，留下老婆孩子让我养，可这是1只鸡都算家产的古代啊！你特么让我拿什么养活那娘俩？第2日一早，旭日东升，朝霞照亮了这个大山脚下的小山村。一家人的饭菜都是我媳妇做的，她为什么不能上桌吃饭？你那便宜婆娘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她有什么脸上桌吃饭？那我女儿呢？她才3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她为什么也没有饭吃？大哥，你家那小赔钱货，给她吃不是糟蹋粮食吗？我女儿是赔钱货，那你女儿是什么？我说老大，你是不是吃错药了？自打上回伤了脑袋，我看你像换了个人似的，怎生变得这般恶毒？恶毒？媳妇是我的，孩子是我的，我关心他们叫恶毒？难道像以前那样什么都听你们的，动不动就打自己的老婆孩子，才算正常对吗？妈的，不让我老婆孩子吃饭，那你们都他妈跟着饿肚子吧！天爷呀，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孽子啊！天爷呀，你睁开眼看看吧，我活不下去了呀！您快把我带走吧，儿媳妇又馋又懒，儿子也是个不听话的，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大哥，你这是做什么？闭嘴！我就想不明白了，我跟老二家的同样都是您儿媳妇，怎么他就可以啥都不用干？我媳妇就得天不亮起床做饭、干家务、忙农活，一天到晚累死累活，却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我看你是被屋里那个便宜婆娘给灌了迷魂汤了，你现在竟然敢这么跟你娘说话，以前你可不这样。以前那个只会打老婆的赵小驴死了。说起以前有些事我倒想弄清楚，记得我以前偷鸡摸狗的，把偷来的吃食拿给你们的时候，你们都会夸我能耐，但是却因为我带着弟弟在外面偷了1枚鸡蛋，你们就差点把我打死，说我带坏了他。请问我是你亲生的吗？你胡说什么？你可是我10月怀胎辛苦生下来的。娘，豆豆好饿。豆豆乖，咱睡觉好不好？睡着了就不饿了。娘，爹生气了，他一会进屋会不会打我们？听到女儿稚嫩的声音中所夹杂的浓浓恐惧，眼前这名女子没有说话，却将怀里那稚嫩的小人抱得更紧了些。此时的赵小驴带着满腔的怒火走进本就阴暗潮湿的屋内，却见坐在床上的孩子立马擦掉了脸上的泪，然后惊恐地躲到了凤小妹的身后。那小小的身影即使躲在他娘的身后，身子也在轻轻地颤抖着。你要打就打我，豆豆还小，他的身子遭不住。这么小的孩子，父亲的形象本该是他最安全的港湾，这操蛋的原主究竟对这对母女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豆豆别怕，我不打你，我知道豆豆饿了，爹爹这就去给豆豆找吃的，你和娘在家等我，今晚睡觉前我肯定带着吃的回来。听到吃的，一个小小的脑袋从凤小妹身后慢慢伸出来，怯生生地望着赵小驴，他的眼里有恐惧，但也有对食物的渴望。前世这么小的孩子哪会饿成这样？
等我回来。他说的是真的吗？他真的会带食物回来吗？豆豆安心睡一觉，睡醒了，爹爹就带食物回来了。哄着孩子睡下，可是在他的心里，赵小驴真的会带食物回来吗？他不信，即使现在的赵小驴并不是原来的那个人，可他还是不敢抱有任何的奢望。豆豆，对不起，娘骗了你。娘，求求您了，豆豆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再不吃点，他恐怕熬不过今夜了。一个小丫头片子，这样的赔钱货，饿死就饿死了。以前你男人每天跟他爹出去帮工，还能赚个10文8文的拿回来买点吃的，可自打他受了伤后，都好几天没出去干活了，如今家里哪还有什么吃的？此时的凤小妹已是满心的绝望，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整整2日没吃上一口东西，她一个成年人都饿得走不动路，何况怀里的孩子。在这个家里，所有人都不待见他们母女，而自己的男人更是动不动就对他们拳打脚踢。如今支撑着她努力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怀里的孩子，可是现在她突然很害怕。娘，不哭，豆豆不饿。一只稚嫩的小手虚晃着，却努力试图擦拭凤小妹脸庞上的泪。这一刻她彻底崩溃了，怀里的女儿才3岁啊！这是黑木耳，我勒个兜！看来连老天都在眷顾我这个穿越者。根据原主的记忆，这种黑木耳在镇上至少卖15文一斤。他没想到自己的运气竟然这么好，在树皮都恨不得被人扒光的大山外围，竟然能够找到这么多黑木耳。这些都是老子的。此时在赵小驴的眼中，这些哪里是木耳，明明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大肉包子。不知不觉，赵小驴已经采了整整1筐。这样的黑木耳山上有很多，但是必须要去大山深处，可是那里大型野兽也不少，因此很少有人敢跑到深山去采。天色差不多了，得早点回去，想必家里那娘俩肯定饿坏了。到了镇上时，已经是下午5、6点的样子了。他背着背篓，径直去了镇上最大的酒楼。小哥儿，您是吃饭还是卖货？你好，我这里有一些新鲜采摘的山货，不知道贵酒楼需不需要？掌柜是个40来岁的中年男子，他翻了翻背篓里的山货，见都是新鲜的，便满意的点点头。镇上的人对山货的稀罕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奈何现在是7月，天气干燥，这样的山货并不好找，偶尔有人上门来卖，也多是半斤8两的样子。像这位年轻人这样背一背篓来的很是少见。我以后会经常进山，价格合适的话，以后的山货就都卖给天香居。既然小兄弟以后要经常干这一行，那我也不能当一次性买卖来做。这样吧，下面的这些杂菇都按5文钱一斤算，至于上面的木耳，就按15文一斤收，怎么样？赵小年感觉价格还算合理，并没有低于自己的预期，加上天色已晚，他现在归心似箭，也没有心情去挨个酒楼问价，没有过多犹豫，便点了点头。可以，过称吧。杂菇总共7斤，木耳共5斤，按照刚刚谈好的价格，这些一共是110文。走出酒楼，赵小年怀里揣着沉甸甸的钱袋子，今天赚了110文钱，他的心里喜滋滋的。110文啊，可以买110个馒头或者包子了。老板给我来10个包子，就在这吃，另外再给我打包10个带走。好嘞，小哥您先找个地方坐。很快10个包子下肚，赵小年满足的打了个饱嗝。吃饱肚子的感觉真是幸福啊！老板，结账。一共是20文钱，这是您打包的10个包子，刚出锅的热乎着呢。接过包子，赵小年朝着城外走去。快到城门口的时候，他看到有一家卖糖葫芦的摊位。一只只的糖葫芦在夕阳的余晖下闪着亮光。这么好看的糖葫芦，家里的2个女人应该会喜欢吃。老板，给我来4只糖葫芦。好嘞，客官，这儿您的糖葫芦一共12文。付了钱，赵小驴忍不住肉疼，4只糖葫芦够买12个大肉包子了。但一想到家里的2人拿着糖葫芦那笑弯的眉眼，他又觉得这钱花的值。男人在外拼死拼活为的其实很简单，妻儿的欢颜便可抵消一切的苦与累。想着他美滋滋的将吃的揣入怀中，转身朝城外走去。娘，豆豆好饿。抱着怀中的小人儿，听着他气若游丝的呢喃，凤小妹的心痛如刀绞。赵小年出去整整1天了，眼下夜色已深，看样子又像往常一样不知道去哪鬼混了。他心中极恨又悲，他恨自己无力让女儿吃上一顿饱饭，悲的是眼睁睁看着孩子即将饿死，却将这唯一的期望寄托在一个
从没好好对待过她的男人身上。豆豆，都怪娘没本事，没给你寻得一处好人家，让你跟着我来到这个世上受苦。凤小妹满心悲怆，而她不知道的是，月色下一个男人正心越兼程地赶在回家的路上。小妹，豆豆，我马上就到家了，等我。我回来了。请你别彷徨，这种考验只会让我们。我其实是穿越过来的，不是附在你相公身上的什么山精野怪。算了，估计解释了你也不懂。我买了包子，你和孩子2天没吃东西了，一定饿坏了。说着，赵小驴将买来的包子拿到了母女俩的面前。见到包子的那一瞬间，本已饿得萎靡不振的豆豆瞬间瞪大了眼睛，小小的眼神中透出无尽的渴望。娘，是吃的。白白胖胖的包子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就这么静静地躺在赵小驴的手中。可是母女俩明明饿得快要倒下，却依然不敢伸手去接。他们对赵小驴的恐惧已经超越了饥饿带来的痛苦。我和豆豆真的可以吃吗？就是给你俩买的，快吃吧，我一路上都捂在怀里，这会儿应该还不凉。不要怕，我说过再也不打你们了。豆豆乖，快尝尝爹爹买的包子好不好吃？好吃啦！看着床上一大一小捧着包子啃的两人，赵小驴的心底涌上一丝难过。这两人和自己一样，都是不被需要的人啊。在原主的心中，估计这对娘俩和外人没区别吧。两人蜡黄的脸显然是饿了很久，要没有这几个包子，这对娘俩估计挺不了几天。那我穿越过来也算救了这娘俩了吧。想到这里，他突然没那么恨原主了。原主是该死，但他留下的女儿自己很喜爱，妻子也很懂事。总之目前感觉两人能和平相处，从这一点出发，他还得感谢原主。爹爹，吃包包。赵小驴很是意外，意外之余又很高兴，没想到原来的爹那么对他，他还能在饿极的状态下将食物分享给自己。在后世，他是一个孤儿，从没有人这么主动的、不怀目的的对自己伸出过手。这一刻，他从一个孩子身上感受到了善意，这种认知让他陌生，却也欢喜。我吃过了，爹爹不饿，豆豆吃。好，爹爹陪着娘和豆豆一起吃。这一刻，简陋狭小的房间内充斥着一股淡淡的温馨，一股家的温暖。很快吃饱喝足，豆豆挺着圆滚滚的小肚皮，快速地进入了梦乡，嘴角挂着满足的笑。一个3岁的孩子，其实要的并不多，一点点的温暖就会让他感到快乐和满足。是不是该睡觉了？这房间里除了这一张床，好像没别的地方能睡了哈。上床睡吧。淡淡的月光下，狭小的木床上挤着一家3口，中间的小人儿早已进入了梦乡，而旁边的2人却怎么也睡不着。此时他们的内心除了说不清的复杂，还有一丝淡淡的异样。第2日天还不亮，睡得迷迷糊糊的赵小驴正做着美梦，梦中他将凤小妹抱在怀里，结果懒婆娘还不起来做饭，是想饿死我这老太婆吗？天爷呀，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还没来得及有结果，他便突然被门外的一个大嗓门下的一个机灵醒了过来。谁是懒婆娘？哦，记起来了，老2的媳妇带着娃回娘家了，老3还没有娶亲，小妹去了镇上小姑家。不用想了，这一定是在喊我屋里这个便宜婆娘了。你跟豆豆再睡一会儿，我去做饭。以往凤小妹早起做饭都是将豆豆带在身边，不留给他们独处的机会，为的就是防止原主打骂孩子。可今天他却鬼使神差的将豆豆留在了床上。尽管这样做，凤小妹内心还是很不安，可是在不安之余，她还有一些淡淡的期待。刚刚走出属于他们的那间低矮的偏房，凤小妹就有些后悔自己刚刚的决定。不过正当她转身准备回去带上女儿时，却听到屋内传出了一大一小2人的对话。豆豆乖，爹爹带你去洗脸好不好？洗完了脸，爹爹给你拿好吃的。豆豆听爹爹的话。我的豆豆宝贝真乖，来让爹爹亲一个。胡子好扎。此时天还未亮，剩下的凌晨依然有些清冷，但是凤小妹却突然觉得心里无比的温暖，冥冥之中似乎有一道光刺穿了她内心那片黑暗的世界。你个懒婆娘，我以为你饿死了，这么晚都不起来做饭，你是不是又皮痒了？娘，外面天还未亮，媳妇这就做饭。你个天杀的，还学会顶嘴了，我今天就替老大好好管教管教你。
此时的凤小妹怔怔地望着眼前的这个男人，以前自己每次被婆婆打，这个男人都是在一旁冷冷地看着，如今却堵在她娘的面前护着自己。不知不觉，在她那早已麻木冰封的内心深处，一股灼热的火苗正徐徐燃起。你这个傻才，你护着这么个不下蛋的干什么？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如今我教训教训你这便宜婆娘都不行了吗？哼，娘，以后教训媳妇的活不劳您动手。再说您这是教训吗？这么粗的棍子打下去，还不得打出人命来？你这是有了媳妇忘了娘，从小到大我咋就没看出来你还是个白眼狼？天爷呀，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孽子啊？天爷呀，你睁开眼看看吧，我活不下去了呀！您快把我带走吧。够了，你再口无遮拦的嚎丧，就滚回娘家去。赵老头不知何时出现在厨房，一声呵斥，刚刚还躺在地上打滚撒泼的赵氏立马住了嘴，悻悻地爬起来站到一旁。混账东西，你现在是农活不干，帮工不做，整天就知道蹲在家里啃老，你还要不要脸？哼，既然爹说我啃老，那咱们父子俩就算一算，我到底啃了这个家什么？爹，把这个吃了，可以长命百岁。你个逆子，这是什么？你当我年纪大了是傻子吗？你不是傻子，难道我就是吗？哼！我受伤在家待了几日，你就骂我啃老，那我就跟您掰扯掰扯，我究竟啃了这个家什么？打我4岁记事起，我就得每天早起跟着娘去个猪草，7岁开始，捡柴火的任务就归了我一人。以往每年冬天我都冻得全身是冻疮，直到我砍柴掉进冰窟窿里才知道，我的棉服里面塞的全是柳絮，而弟弟妹妹他们的才是棉絮。你是老大，家里棉絮不够，你让着点弟弟妹妹难道不应该吗？说的真好啊，10岁开始，我得全天跟着你们下地干活，稍有偷懒，您就拿棍子抽我。我但凡哪里做的不顺你和娘的意，那一整天我就没饭吃。14岁那年我扛麻袋，至少挣了10来两，这几年除了干家里的活，外面挣的钱也都给了娘，这不足以支付这几日我一家3口的粮食消耗吗？家里人口这么多，你不干活哪里来的粮食？别人家的孩子哪个不是跟着爹娘下地干活？你不出去干活赚钱，哪里来的钱娶媳妇？哼，说到娶媳妇，我倒想说，我是家里的老大，照规矩应该是先给我操持吧。可你们呢？把我这些年上交的钱先给老二讨了媳妇，难道这也是规矩？你这不是讨到婆娘了吗？那是我后来用下3烂手段骗来的，跟你们没有1毛钱关系，你们也没掏1分彩礼。我的确是从小偷鸡摸狗的不学无术，但在这个家里，我赵小驴除了自己的老婆孩子，我对得起你们任何一个人。你这娶了媳妇，忘了娘的不孝子，倒先委屈上了。我怀胎10月生了你，你咋不提？怀胎10月？恐怕你怀胎10月生下来的不是我吧？真拿我当傻子吗？我以前敬你们，所以从不跟你们计较，包括你让老二家媳妇背着我偷偷蒸馒头，我也装看不见。咱们家旱田10几亩，水田也有几亩，我这些年除了农活外面赚的钱，交给你们多少，我难道没数吗？可是我媳妇孩子天天喝刷锅水苟活，你们不是拿我当儿子，你们是拿我一家当你们压榨的苦力。你那些年赚的钱交给家里怎么了？你只要还在这个家里一天，赚的钱就都得交给我们。那既然如此，咱们分家吧。你个天杀的，想要分家你做梦！你给我闭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好了，老大，爹知道你心里委屈，这样今天的早饭不用你媳妇做了，拿着这10文钱去镇上吃点好的，分家的事切莫再提，传出去让人笑话。1秒钟都没犹豫，赵小驴麻溜地接过那10文钱，拉着凤小妹便头也不回地走回了属于他们的偏房。老头子，那可是10文钱啊，够买1包虾仁瓜子了。闭嘴，以后再胡言乱语，嘴上没个把门的，漏了风声出去，看我不长烂你那张破嘴。走回属于他们的偏房，也就几步路的距离。凤小妹的手被赵小驴紧紧地握着，感受着对方手心的温热，她的心在不知不觉地融化。望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男人，这一刻她突然觉得自己的内心无比的踏实。回到自己的屋内，赵小驴想想原主这些年像个大冤种一样的活着，给自己留下这么大个烂摊子，
心里忍不住还是火大。一旁的凤小妹见他阴沉着脸，心中忍不住打鼓。他不会又要像以前一样动手打我和孩子吧？爹爹，不要生气，不要打娘和豆豆好吗？豆豆害怕。傻豆豆，你是爹爹的小公主，爹爹怎么舍得打你呢？爹爹答应过你的，以后再也不会打你和娘了。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望着赵小驴宠溺地将豆豆抱在怀里，这一刻凤小妹的心变得软软的、柔柔的。她知道赵小驴是真的喜欢豆豆，因为那充满溺爱的眼神是真真切切的。这一刻，凤小妹突然觉得这些年受的苦都值了。她鼻子酸酸的，眼角湿湿的，不过下一刻她却突然破防了。那娘是爹爹的老公主。天真烂漫的童年顿时让二人哭笑不得。不过无奈的对视中，两个人的眼神里却隐含着浓浓的蜜意，温馨儿又甜蜜。刚刚我提分家的时候，我注意到你当时很紧张，是有什么顾虑吗？我刚刚担心你初到这个世界，不懂这里的规矩，怕你遭了别人口舌。只要父母健在，分家会被人不耻和指责的。如果我执意要分家，你会跟我一起走吗？哪怕背负万人的指责和唾弃。刚说完这句话，赵小驴就后悔了，自己才刚来这个世界没几天，就要让凤小妹做这种选择题，更何况这副身体的原主还那么虐待他们，即使在前世命运也从未眷顾过他这个孤儿。说实话，赵小驴的内心是忐忑和不安的。我自然跟着你。豆豆要爹爹。一切都值了，我赵小驴重活这一世，一定会让这娘俩过上好日子。不同于赵小驴，此时凤小妹一脸平静地去收拾东西。女人虽本性柔弱，可一旦认定了一个人和某件事，就会勇敢地面对，哪怕在外人看来这是很愚蠢的决定，可这也正是女人的魅力之一——感性。爹娘，女儿想你们了。出嫁4年，娘家明明就在几里外的杏花村，可她即便日日思念自己的双亲，但却终不得回。在古代，女子出嫁后便是夫家人，如果夫家不允，女子至死都不能回娘家，除非被休。但在那个女子卑贱的时代，被休基本也就等于断了活路。小妹，等天一亮，我送你和豆豆回娘家住几日吧。我真的可以回去看望爹娘吗？成亲4年，无数次在被打骂后满心委屈的她，想要回到自己的母亲身边哭诉，可是这家人不允许她回去。久而久之，她以为自己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她便断了回去的念想。可如今眼前这个人却突然说要带她回去。一会儿多收拾2件你和豆豆的衣服，这次回去你们俩在岳父家多住几天。惊喜如同汹涌的波涛，一浪更比一浪高，冲刷着这个可怜女子那早已死寂的心。我们还可以多住几天？这是真的吗？望着那张原本麻木而显得死寂的脸庞，因为激动而涌现的灵动和生气，那一刻赵小驴的心突然狠狠地痛了一下。与后世比起来，古代的女子何其的悲哀，仅仅因为能回趟娘家就开心成这个样子。当然是真的，那是你的家，你回去看望他们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望着身边的女子，这一刻赵小驴突然觉得她好美，美得不似人间烟火。鬼使神差的他将那女子轻轻地拥入怀中，他能感觉到怀中的女子僵了一下，但是却并未拒绝。而那怀中的女子尽管知道如今的这个男人已非原主，尽管她内心犹如小鹿，可忐忑之余更多的却是一种甜蜜的嫉妒。媳妇，我想亲亲你。伴随着两人的一声惊呼，一阵天旋地转之后，二人已是掉进了屋内，望着从天而降的爹娘，睡眼惺忪的豆豆睁着一双疑惑的小眼睛。爹娘，你们在干啥？望着头顶的大洞，夫妻二人对视一眼，接着那低矮的偏房内传出一阵放肆的笑声。不多时，朝阳初上，再次照亮了这个大山脚下的小山村。一番收拾，赵小驴背着竹筐，里面装着豆豆。小家伙听说要出门，立马兴奋的眼睛里直冒小星星。尽管没见过外公外婆，但这对于从未出过门的小孩子来说足够兴奋了。刚出村子，赵小驴就迫不及待地将凤小妹的手紧紧攥在手心中，生怕她跑了一样。尽管凤小妹羞得满脸通红，可见四周没人也就由着她了。赵小年似乎忘记了这是在古代，牵个小手而已，更何况对方还是自己的媳妇。如果他以后都这般待我们就好了。很快到了镇子，赵小驴买了点心糖果，另外还扯了几匹鹅，而豆豆则缩在箩筐内专心舔着他的糖葫芦。这是上一集赵小驴给他买的，光忙着跟他娘谈恋爱，都忘了拿出来。你扯这么多布，多浪费钱啊！
我有衣服穿，给豆豆扯一身就行了。除了你跟豆豆的，剩下的不是给岳父岳母还有你弟弟的。刚刚怕你不要，所以没告诉你。现在买都买了，可是退不了了。见他给自己家人扯布，凤小妹心中既感动又生气。感动于她心中记挂着自己的父母和弟弟，生气的是这么多布得花多少钱啊？见凤小妹一脸心疼的小财迷样，赵小驴宽慰道：钱挣来不就是为了花的吗？岳父岳母将养了这么大的女儿嫁给我，我孝敬他们也是理所应当的。况且钱没了我还能挣。这人冒着生命危险挣的钱，大多都花在了他们娘俩身上，自己却没花多少，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不知不觉间，他已开始心疼起眼前之人了。可那山里多危险啊！虽是小声嘟囔，可赵小驴却听进耳中，一股暖意袭上心头。进了村，遇上了几个村民，他们都好奇地打量着两人。待看清凤小妹后，都惊讶于她居然回来了。要知道，这凤小妹未出阁之前可是十里八乡出名的娟秀才女，她爹是教书先生，而她更是重视龄青年的梦中女神。只可惜被赵小驴这等阿杂之辈使了下三滥的手段，蒙尘了那明珠。这不是凤家那丫头吗？这都几年未见了，如今怎的这般清瘦落魄的样子？可惜了，据说这赵小驴本是个泼皮无赖，每日都打骂他们母女至少10次。我得快去告知凤先生一家，这泼皮登门，让他们早做打算。面对村人的口舌，赵小驴一脸的尴尬之色。不过好在作为一个后世孤儿，这点羞辱他还是完全能防御的。而一旁的凤小妹却满脸的忧色，她怕村人的闲语惹恼了身边之人，以后便再不会随他回家探望父母了。赵老，第一次用上了对夫家的称呼，赵小驴有些意外，还有些感动，但他也知道凤小妹为何这般。无妨，他们说的也没错，以前的我本来就很操蛋，但你知道我跟以往是不同了的。看来以后咱们得经常来走动走动，加深翁婿之情啊。赵小驴的话让他心宽了不少，同时也更加的感动。这人真会说话，不过他很喜欢。等到了巷子口，凤小妹一眼便看到自己的爹娘和弟弟站在门口，正伸长了脖子往路口望呢。她的眼眶瞬间酸涩，眼泪不受控制般从眼眶滑落。爹娘，不孝女回来看你们了。岳父岳母，我和豆豆娘来看你们了，你们还好吗？哼。明日一早我进山打猎，我的2条腿会断，然后被人从山上抬下来。到时候无论你看到什么都不要害怕。听到赵小驴的话，凤小妹一脸的错愕和担忧。眼下刚入夜，眼前的这个男人却告诉她第二天将要发生的事。然而关心则乱，听到赵小驴说自己2条腿会断，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惧和担忧立马清空了他的理智。你不要吓我，咱明天不进山打猎了，我不想你有事。望着眼前的女子那一脸的焦急和恐慌，赵小驴既无语又感动。他能感受到现在的自己被这个女人真真切切的在乎着。别急啊，你听我说完，这一切都是假的，是我为了分家演的戏。在这个家里我们迟早会被害死，我更不想让你受苦，所以这个家必须要分。听到赵小驴的话，凤小妹这才恢复了理智，冷静之余不免为刚刚的失态感到脸红。她更没想到这个男人为了不让自己继续在这个家里受苦，宁肯被人戳脊梁骨也要分家。一时间巨大的幸福感充斥在整个心间。无论你去哪我都跟着你，无论别人说什么，有你在我便心安。别担心，我一个穿越者怎么可能会因为这点小事让自己的媳妇跟着遭人口舌，否则我也不会煞费苦心的计划这么一出戏。眼前之人处处都在呵护着自己，这种幸福感犹如和煦的暖风吹进他的心田。此时的凤小妹感觉心酥酥的，身子软软的。我什么都依你。嘿嘿，真的什么都依我。望着身边越凑越近的男人，感受着对方熟悉又陌生的气息，凤小妹心如小鹿。她哪里不知道这个坏人想要做什么，可是她忍心拒绝吗？她做不到。轻点，豆豆睡了。那个刚刚有些激动，所以快了一丢丢。第二日天还未亮，熟睡中的赵小驴难得的再次做了与上次相同的美梦。然而，你个天杀的懒婆娘，回娘家几日骨头都呆懒了，这都什么时辰了还不起来做饭？听到门外那熟悉又讨厌的嚎丧，赵小驴眉头紧蹙。穿越来这段日子，他越来越有一股想要将门外之人挖个坑埋了的冲动。你跟豆豆接着睡会儿，我去做饭。
好好躺着，哪都别去。他既然说你是个懒婆娘，那咱就懒给他看，我出去一趟打发了他。强忍着心中的愤怒，赵小驴走进正屋的厨房，看到他那便宜娘正扛着那根熟悉的烧火棍杵在那里。你那便宜婆娘不死过来做饭，你跑来做什么？我就想问问你，我们一家3口今早有饭吃不？吃饭？你昨天去山泉村接那2个便宜货，一天没去打猎，1个铜板都没拿回来，你有什么脸提吃饭？今天去深一点的山里多打点，什么时候把猎物卖了，把卖的钱交给我，你们什么时候吃饭？否则就饿死吧。我真是你儿子吗？连最厉害的猎户都不敢轻易进深林子，你让我去，你不怕我被野兽吃了吗？你瞎吗？看见有大型野兽，你不会躲远点？你长着2条腿，难道是好看的？有野兽你不会跑吗？那行，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今天就去深山打猎去。另外今早的饭你爱找谁做找谁做，反正我媳妇也没饭吃。你个天杀的，越来越不是个东西了。现在你都敢这么跟你娘说话了，天爷呀，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孽子啊？天爷呀，你睁开眼看看吧，我活不下去了呀！您快把我带走吧，儿媳妇又馋又懒，儿子也是个不听话的，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哼，还有一件事，你们要趁我进山打猎在家欺负我媳妇，那我今天打猎卖的钱，你别想得到1个铜板。撂下这句话，没有再理会撒泼的赵氏，赵小驴转身走出了正房。开什么玩笑，原主被他这个便宜娘用这招拿捏的死死的，但是现在的他可不是原来的那个废物，他对自己没有半点养育之恩，凭啥惯着他？柜子里有我买的韭菜盒子，一会豆豆醒了你和他一起吃点，我进山打猎去，不用担心我，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咱们就能分家了。交代完赵小驴便背上竹筐，在凤小妹担忧的目光中走出了家门。旭日东升，不知不觉已是43刻左右，也就是上午9点45分左右。村里忽然热闹起来，原来今天是镇上同济堂来村里义诊的时间，大夫已经到了李正家。李正通知大家，需要看病的都可以去他家问诊，大夫不收诊费，只收药钱，家家户户有病没病的都往李正家来。既然不收诊费，那必须让大夫帮自己检查检查身体，毕竟有便宜不占纯属王八蛋嘛。村里来了大夫义诊，你也一道跟着去。娘，我身子无恙，这还有很多柴没批完，我就不去了。你个便宜货，懒也就算了，还这么傻，有免费义诊的这等好处你不去。无奈不想多事的凤小妹只得带着豆豆来到了李正家。坐诊之人她认识，正是赵小驴去娘家接他们母女时在镇上吃饭遇到的大夫顾北。有一次赵小驴打猎遇到一名采药的老人倒在草丛中，从而救了对方，而那老人正是这顾北的师傅。加上平日赵小驴除了卖猎物也会去同济堂卖药材，一来二去2人就成了好朋友。顾大夫本想打声招呼，结果对方却装作不认识自己。凤小妹从小识文断字，本是心思剔透之人，加上赵小驴的叮嘱，于是立马晋升，也装作不认识的样子，只是将胳膊放在了面前的桌子上。这位夫人的身子亏空得很严重，应该是平日里吃不饱饭，又干了许多重活导致的油尽灯枯之象啊。加之你身上多有暗伤隐疾，莫不是经常遭受暴力？如若不及时调理，恐怕没有几年时日了。此言一出，周围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向一旁的赵氏。赵氏虐待儿媳的事，村里的人也多少有些耳闻。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今连大夫都这么说了，那这是8成是没跑了。原来这赵氏一家真的不给儿媳妇饭吃。不仅如此，凤小妹在家还有干不完的活，否则大夫不会那么说。听着周围有人议论，赵氏纵使心中气结，也不免羞臊难当。为了挽回面子，他上前问顾北：大夫，我这儿媳妇该如何调理身子？要是花的钱不多，他打算也问大夫开一点药，不管给不给凤小妹用，先堵住悠悠众口再说，不然真这样下去，老三和女儿的婚事就艰难了。毕竟没人愿意跟这样的人家结为亲家。一旁的小赵氏，也就是老二家媳妇，见婆婆要给凤小妹开药，顿时难受的心眼子都快闭合了。那些钱都是我家青云的，凭什么给凤小妹这贱货用？方法很简单，只需每月给她吃1只鸡，再用1两银子左右的补药，如此调养1年之后，保准她恢复正常。什么1两？你怎么不去抢？没等赵氏说什么，这老二家的小赵氏率先开口。不过等说完了，他才后知后觉地想起这里是在外面，在周围人一脸鄙视的目光中，尴尬地低下了头。大夫，1两银子确实有点多，你看能不能少一些？少一些的话，我就开上几副药，
将我这儿媳妇的身子好好补补。他心里想着，不管怎样，至少表现出了愿意为凤小妹调养身子的意思，这样村里人不会再觉得他磕大儿媳妇了吧？果然，周围的人听他说要给凤小妹开药调养身子，对他的感官好了不少。不是1两银子啊，是每月1两银子。什么？每月1两？那他不如死了算了。赵氏一听每月1两，拉起凤小妹就往回走。每月1两，1年就是12两，这懒婆娘配吃12两的药，不如死了算了。到时候草席一裹，埋了完事。一旁的豆豆见奶奶拉着娘走，以为她又要打娘，吓得抱住赵氏的腿哭道：奶奶，你不要再打我娘了，你上次拿烧火棍打娘的背，娘流了好多好多血，我求求你不要再打她了。此言一出，众人哗然。赵老婆子居然拿烧火棍打儿媳妇，那一棍子下去，不得要人半条命啊！小孩子不会说谎，这赵家是真不能进啊，会出人命的。枉我还想着把自家闺女嫁给你们家老三，真是作孽啊！我差点就把闺女推进火坑里。我告诉你赵有福，这门亲事从现在开始黄了。此时在周围众人指指点点的鄙夷之下，羞愧难当的赵家人正准备灰溜溜的离开时，顾北的小药童却突然背着一个人从山上冲了下来，还没到地方就急火火的喊道：师傅快看看，我在山上采药遇到一个重伤之人，他的双腿好像断了。众人循声望去，当下一愣，这不是赵家老大吗？这是怎么了？看这血石呼啦的样子，2条腿好像被什么野兽给啃了。真是造孽啊！前几日我还看到他娘逼着他进深山打猎，没想到这么快就遭难了。赵家嫂子，你们家老大进山打猎，2条腿被野兽给咬断了。什么？腿断了？那他以后岂不是成了废物，没法再打猎赚钱给我了吗？这个孽子怎么不小心一点，这多耽误挣钱啊！听到赵小驴双腿断掉的消息，这赵氏一着急，竟不顾身边还有外人，直接把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但是等他察觉自己言语有失的时候，已经晚了。见周围的人一脸不可置信的震惊表情，这赵氏的心瞬间咯噔了一下。我实在忍不住了，你这个老逼凳子，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还是人吗？他可是你儿子。这赵氏的良心8成是被狗吃了。一时间周围的人义愤填膺，活了一辈子，他们只听说过谁家有不孝子，哪里见识过这世间竟还有这样的母亲，这简直是刷新了他们的认知，同时也震碎了3观。快把人背到屋里去，这里人流太多，太阳又大，恐怕会感染。屋内看到赵小驴那血呼拉丝的腿，凤小妹吓得2腿一软倒在地上，而原本一直处于蒙圈状态的豆豆也看清了这人正是爹爹，吓得他小脸煞白，抱住凤小妹哇的哭了起来。爹爹受伤了，他要死了吗？豆豆要没有爹爹了吗？稚嫩的哭声带着无助的悲伤和恐惧，听在赵小驴的耳中，瞬间疼碎了心房。豆豆乖，爹爹没事，爹爹是骗别人的，爹爹想带着娘和豆豆离开原来的那个家，这样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人打你和娘了。虽然赵小驴说的他不是太懂，但是他听明白了2件事：爹爹没有事，而且以后会离开原来那个让他恐惧的家。小家伙眨了眨疑惑的小眼睛，一本正经地问道：那是不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爹爹没事？我的豆豆真聪明。说完又看了看瘫坐在地上的凤小妹。虽然赵小驴提前告诉过他了，可是真当自己看到这个男人血肉模糊的双腿时，他仍控制不住的担忧和害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原来不知不觉赵小驴已经成为了他全部的托付和依靠。屋内一片和谐，而门外，这赵小驴也真是倒霉，你说好端端的他干啥非要去山里？唉，看那样子他的腿是保不住了。你们还不知道吧？赵小驴之所以上山，全都是他娘给逼的，我今早在他家门外亲耳听到的。你放屁！我啥时候逼他了？是他自己想上山，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心里清楚，绝不能承认是自己逼赵小驴上山打猎的，否则村里人会怎么看自己？为了钱连儿子的命都不顾了吗？万一要是赵小驴治不好了，族老们会不会因自己逼着天杀的废人上山，而让自己养他一辈子？到时候他们一家3口，一个瘸子，一个病秧子，一个小赔钱货，都需要自己养，那得花多少钱？不行，他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屋内，顾北将他的腿用纱布缠好，随后狠狠地拍了2下。绑得很结实，回头方便的时候自己把腿上的猪血清洗一下，时间久了会臭。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怪不得你设计也要分家，这家人着实可怕。好了，你安心躺着吧，我得出去接着把我的戏演完。这汉子的2条腿已经废了，哪位好心人帮忙跑腿，叫他的家人来把人接回去吧。一听说赵小驴废了，本来一直缩在角落里的赵老汉却跳了出来，出人意料的他直接跪在地上，对着顾北就是几个头磕了下去。
大夫，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求求你救救我儿吧！就算倾家荡产，我也要将他治好。不得不说，这老汉的确是个高手，不声不响的来上这么一出，果然周围立马有了回馈。虽然赵小驴他娘不是个东西，但好在还有这么个好爹。是啊，这也算不幸中的万幸吧。听到周围邻里的反馈，赵老头心中正暗自得意，果然聪明如我。可是作为一个优秀的演员，咱们的顾大夫岂能让他如愿？哟呵，方法倒是有一个，可以保下令郎的腿，只是不知你愿不愿意用。还能治？你刚才不是说废了吗？此时的赵老汉真想把鞋脱下来，然后一鞋底拍在顾北那张贱兮兮的脸上。然而周围的人都望着他，无奈他只得强装镇定，苦着脸问道：不知是什么方法？方法倒也不难，令郎这腿如果用大补之物调理，他那断后又被我缝合的经脉就能重新长好。相信过不了多久，他就又能站起来了。那不知需要花多少银子？此时的赵老汉恨不得扇自己几巴掌，直接把人抬走不就好了吗？非要在大伙面前挽回一下面子，树立一个好父亲的形象。结果呢，人家还真有能治好赵小驴的法子。大补之物啊，那得花多少钱？我同济堂有一镇店之宝，乃是一根100年老山参，此物对令郎的腿最是有效。念在你拳拳爱子之心的份上，这根300两银子的老山参，我就半价卖你，如何？我没有那么多钱。没现钱也没关系，可以分期付。我给你5年的时间付清这150两，怎么样？正常是个人5年的时间，150两也足够还得起了。这顾北最后一句话可谓是杀人诛心啊！就差指着赵老汉鼻子说：“你要是连这都不行，那就不能算个人了。”别说5年，就算50年，我们也凑不齐这150两银子。我呸！我们不治了。老二、老三，把那个杀千刀的抬上，咱们回家。说完这俩老东西，不顾身后村人传来的谩骂，提前灰溜溜的转身离去。回到家，还没等坐下喝口水，小赵是迫不及待的张口说道：“爹娘，如今大哥已经是废人了，日后不能指望他再为家里赚钱不说，咱还要养着他，还有那凤小妹跟孩子，这可是3个累赘啊！这样用不了多久，咱们家肯定要被拖垮了。如今咱们家名声也算彻底被那几个赔钱货给毁了，关键是老三的婚事也黄了。”此言一出，这老太婆似乎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家的，这可怎么办？前几日那小子不是想要分家吗？干脆一会等他被抬回来，咱就把家分了。今天就把他们一家赶出去。此时赵小驴正躺在担架上，就那么随意的被摆在地上，旁边凤小妹和豆豆一脸的悲切，四周围着老赵头一家，一个个脸色阴沉的盯着地上正哼哼唧唧的赵小驴。老大啊，你前段时间不是想分家吗？娘想了想，觉得你现在也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我们做爹娘的应该给予支持，所以我和你爹决定同意你分家的请求了。之前死活不分家，我变成了残废，就想将我一家随口分出去。想的倒是美，我要迫不及待的轻易答应了，这老货一定会怀疑。娘，我不分家了，我现在成了残疾，不分出去还能有爹娘和兄弟照顾我们一家3口，分出去我们还怎么活？好你个杀千刀的，你这是想赖上我们？我告诉你，门都没有，今天这家你分也得分，不分也得分。爹，你劝劝娘，父母再不分家，这话可是你前几日刚刚说的，这要是分了家，别人会如何看我们？咱不能干让人看笑话的事啊。老大，你娘说的也有道理，你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咱也到了该分家的时候了。赵小驴心中冷笑，脸上却痛苦的说道：好吧，既然爹娘都同意分家，那就分吧，我从小就不愿忤逆爹娘的意愿，这次也一样。只是爹娘分家之后，我们一家定是活着都难，还请二老能多伸手帮帮我，不然你儿子就要饿死了。听完赵小驴的话，这赵氏嘴上并没有答应以后会照顾一二，而是让赵二郎和赵三郎分别去请李正和祖老。山泉村大部分人都姓赵，互相之间都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分家这种大事，除了需要李正书写分家证明外，还需要祖老做见证人。很快，李正和祖老被请了过来，见赵小驴被大咧咧地扔在院里的草席上，两人脸色都很不悦。还没等他们说什么，赵老头也不说，先请二人进屋落座喝点水，客气客气啥的，直接迫不及待地开口道：二叔，李正，我们今天要分家，还请你们做个见证。分家？这老大才刚伤成这个样子，你们就要分家？分了家以后，他们这一家3口怎么活？
这您就别管了。如今我们分家已是商量好的，您只管主持分了便是。好，赵有福，你说你们要分家，准备怎么分？祖老话音刚落，不等赵老头说什么，赵小驴抢先开口道：二爷爷，分家，自然是3个兄弟分开各过各的。放你的屁！谁说各过各的？是把你一家3口分出去，我们还是一起过。哼！父母健在不分家，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如今你们见自己的儿子双腿废了，就要把他们一家分出去。他们一家3口如今的局面分出去，不得活活饿死吗？我活了一辈子，却从未听闻这世上有你们这样的父母。二爷爷，你哪来这么多废话？我们只是让你做个见证，不是征求你的意见。再说他现在废人一个，如果他继续跟我们一起过，那我们一家就要养着他。如今我爹娘岁数也大了，他再继续让爹娘为他操心，难道这不是大不孝吗？说话之人正是赵家最小的女儿赵雪，同时也是原主最疼爱的妹妹。以前的原主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都会留给自己这个妹妹。至于自己的妻女，靠边站，望着对方尖酸刻薄的嘴脸。尽管赵小驴并不在乎原主的感受，可也难免让他感到极度的恶心。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有其母必有其女。只是不知道如果原主还在的话，看到自己最疼爱的妹妹这般翻脸无情，心中会作何感想？你是个什么东西？你爹娘没教你什么是长幼之分，这里岂有你插嘴的份儿？妈呀！见到祖老发火，这赵雪才悻悻地缩到了一旁，不再言语。而在祖老的心中，对这赵有福2口子也越加的不满。加上村里传出了闲话，看来这赵有福不但教出的孩子没教养，自身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也懒得管你们家的事，既然决定分家了，那家里的田地、银钱、物实都怎么分？你们心里有数吗？这个，他从小吃我的喝我的，我养了他19年，没求过什么回报。如今分家就应该自力更生，凭什么要将家里的田地财产分给他？赵有福，这也是你的想法吗？将残疾的儿子分出去，却不想给任何财产，他倒要看看赵有福这个做父亲的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然而在他冷冽的目光中，赵老汉却低着头，显然是默认了。这一家还怎么分？分家证明怎么写？难道就写某年某月某日，赵家分家，赵小驴一家净身出户？平时也就罢了，可现在的双腿残疾，若真这么写，村里人还不得骂死我？二爷爷，一切就按照我娘的意思办吧。我如今已是残废了，不想再落个不孝的骂名。见赵小驴开口替自己解围，祖老心中不免感叹：这赵家老大虽然以往偷鸡摸狗的不务正业，可的确是个孝子。以往他娘说什么就是什么。可惜的是，他娘却并没有将他当成儿子养，说白了，也只是这个家里免费的劳力，赚钱的工具。娘，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其他要说的吗？我生你养你19年，你身为儿子就该为爹娘养老，我们也不多要。你以后每个月给我和你爹200文当养老钱，这不过分吧？二爷爷，理正，这家我不分了，对不起，让你们白跑了一趟。你这天杀的，说好的分家，你现在想反悔？我告诉你，今天这家你分也得分，不分也得分。这还分什么家？直接叫我们一家3口饿死的了。到时候让村里人都看看赵家是怎么对我们一家3口的。一听这话，赵氏立马软了下来。此时在他心里只想快点跟这废物撇清关系。那就免了你的养老钱，这总可以了吧？我的腿是为了给家里挣钱才伤的，本就应该家里人出钱为我医治。可爹娘不但不想着为我医治，还要将我分出去自生自灭。既然这样，那就田地财产家事全都1分为4，爹娘1份，我们3兄弟1人1份。否则这个家就不要分了，我就待在家里，我倒要看看你们敢不敢饿死我们一家3口。赵小驴这么说并不是为了要他们的东西，他有别的目的。不管他今天从这个家里带走什么，将来他们都会找到理由缠上自己，即使自己净身出户，也逃不脱这一家子的纠缠。要想彻底摆脱他们，只能断亲，但是这话不能由我来说。不过根据原主的记忆，我只要不断刺激这个便宜娘，她一定会主动提出来。你做梦！你个天杀的，本就不是我亲！你闭嘴！不等赵氏说完，旁边的赵老汉立马厉声喝止。但刚刚的话对赵小驴来说信息量已经足够了。果然，原主这个大冤种根本就不是他们赵家的孩子。
娘说我做梦，那我今天就做一回梦，这个家我还真就不分了。你个孽子，我要和你断绝母子关系。果然，一切都按照赵小驴的预设在进行。以这赵氏平时的性格为人，怎么可能将自家的财产分给一个已经毫无利用价值且没有血缘关系的废物？这比杀了他都难受。赵氏，你过分了呀！自己的儿子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二大呀，我认真的。今天正好你和李正都在，我们夫妻俩要和这个孽子断绝关系，你们做个见证。你个狗，你怎么跟狗一样？赵有福，你怎么说？我没意见。对你爹娘要和你断亲的事，你有什么要说的吗？二爷爷，如今他们这般视我为累赘，唯恐避之不及。我还能有什么可说的？见赵小驴眼神空洞，神情绝望的样子，族老深深叹息一声。对于赵有福这个子侄，他是既厌恶又失望。我宣布，2024年5月28日，赵有福、赵氏与其长子赵大郎断绝父子母子关系，赵小驴一家迁出赵氏族谱，另开一族，从此双方再无任何关系。明日我会去镇上衙门开具户籍证明。既然断了关系，那你们就自己出去找地方住吧。这里是赵家，不欢迎外人。对了，除了你们的衣物，其他的都是赵家的东西，你们通通不能带走。回到偏房，凤小妹将一家三口的衣物等东西装进包袱。在她收拾包袱的过程中，小赵氏一直跟在身侧盯着她，生怕她多拿了什么。我娘可是说了，你们只能带走衣物，其他的东西都是我们赵家的，可不要想着拿什么不该拿的。我们一家在你们赵家除了衣服，你觉得还趁点别的什么吗？弟妹还打算搜身不成？而另一边，李正叔，村西头吴叔家的那间院落，能借我住一段时间吗？我不住太久，最晚也会在入冬之前搬离。吴家是5年前搬来山泉村的，刚来时村里人并不是很接受他们一家，为了不和村里人起冲突，他家就将房子盖在了村子的最西面，和村里人隔着大概1里的距离。吴叔的儿子在丰台县做生意，2年前在县城买了房子，就将爹娘都接去了城里。临走前，吴家人将房屋托靠给了李正，希望他能照看着别让家里断了人气。房子借你没有问题，但是那屋里什么也没有，你怎么住啊？谢谢李正叔，有遮风挡雨的地方就可以，其他的我慢慢规制。家也分了，亲也断了，见证人都走了，你怎么还不走？难不成还想留下吃晚饭？你看我能自己走吗？老二老三，麻烦二位送我一下，谢谢。两人正准备行动，却被赵氏拦下。你俩谁也不许去，都已经断亲了，他怎么走跟咱们家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很能耐吗？借房都只借几个月，咋不自己过去？望着眼前这对极品母女，赵小驴的心中简直是万马奔腾，而且还是奔腾在充满泥巴的草地上那种。如今分家的目的虽然达到了，但是立马就揭穿自己骗人的计划却委实不妥。说实话，他并不在乎这赵家怎么想，可是自己一家以后还要在这村里生活，天知道街坊邻居知道了又会整出什么意外的幺蛾子。相公，我来背你。收拾完东西出来的凤小妹见此一幕，立马走到赵小驴身旁，吃力地将她背起。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她背起赵小驴后，整个身子都在轻轻地颤抖。可是她却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从瘦弱的身躯里迸发出来。背上的这个男人让她重新对生活有了期待，有了向往，有了憧憬。她坚定而小心地迈着小步，生怕自己跌倒摔了背上之人，因为那是她的整个世界啊。小妹，重不重？相公虽然人长得高高大大的，可是却一点都不重呢。身下的女人虽然在尽力的让语气显得很轻松，可是赵小驴却有些哽咽。自己真的不重吗？他不信，他能感觉到身下那具瘦弱的身躯明明正在不停地颤抖着呀。或许是感受到了背上之人的情绪，他微微翘首，目光仿佛越过了无尽的山川河流，望着那晚霞辉映的夕阳，他笑了。相公，你知道吗？有你在，我觉得好幸福，所有的苦与累都是值得的。说完不待赵小驴说话，他扭过头望着身后累得哼哧哼哧的豆豆，那包袱与这小小的人来说显得那般巨大，可是小家伙的脸上同样带着坚毅。豆豆好厉害，你看咱们背着整个世界呢。夕阳西下，彩霞漫天，温暖的余晖映衬着3道幸福的身影。相公，咱们下一步作何打算呢？这个嘛，为父早就计划好了，下一步自然是强势崛起。我要让你和豆豆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我都依你。那个杀千刀的逆子，
如今断了双腿成了废人不说，今天又与我们断绝了父子和母子关系，以后就算他们一家饿死了，别人也说不到咱们头上。咱们家好不容易甩掉了这个累赘，你们几个也都长点心眼。那赵小驴如今已经不是你们的大哥了，谁也不准偷偷跑去给他们家送吃的，就让他们一家饿死了干净。这老太婆的一番话说得咬牙切齿，那神情像是与她刚刚口中的赵小驴有着什么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然而她刚刚的那一番话，如果被街坊邻里听到，一定会吓到头皮炸开，因为这老太婆口中的赵小驴正是她的长子。到底是多恶毒的女人才能这样诅咒自己的孩子？毕竟畜生都还尚有舔犊之情。切，娘你放心，就那个废物当我们的大哥，我都觉得丢人，如今断了亲反倒干净。果然正如赵小驴想的那样，有其母必有其女。相反，老二和老三则默默地坐在一旁。兄弟二人想不明白自己的老娘为何会这么区别对待赵小驴，毕竟那是与自己一同生活了10几年的大哥呀。而另一边，相公，你歇着，我先把这房子打扫一下，许久没有住人了，房子里多是灰尘。说完，凤小妹转身就要去打扫房子，一脸懵逼的赵小驴望着这个满头大汗却干劲十足的女人，急忙一把拉住了她。你干啥？真当你男人残废了？再说了，你这一路累成这样，你不心疼自己，我还心疼自己的媳妇呢。眼前这个男人虽然会时不时对自己说出一些让人脸红心跳的梦浪之言，但自己听了心中却总是忍不住的欢喜。我只是一想到以后终于可以过属于咱们自己的日子，我的心里就忍不住的欢喜，身上也有使不完的劲儿，所以反倒不觉得累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啊！从自己穿越过来这些日子，赵小驴看着她从开始的一脸麻木，慢慢的有了为人母的坚毅，为人妻的温柔，更有了一个18、19岁年纪的女子该有的娇羞和灵动。这一刻，赵小驴看得吃了。你干嘛这么看着我？爹爹娘，豆豆肚肚饿。一旁的豆豆早累得四脚朝天了。然而他想不明白的是，自己的爹娘为啥那么傻愣愣的站在那里，大眼瞪小眼。小孩子眼中的世界总是单纯而简单的。扭头望去，只见那小人儿正像一团泥巴一样紧紧地贴在包袱上。夫妻二人顿时心都被萌化了。豆豆乖，娘这就给你弄吃的去。吃过带来的干粮，夫妻二人趁着落日的余晖，简单收拾了一下房子。屋里只有一张土炕，上面铺着一层麦草，除此之外，整个屋里什么也没有。不过赵小驴和凤小妹心下却很满意，和赵家阴暗潮湿的偏房比，这里要好上许多，至少阳光能照进来，屋里没有发霉的味道，地方也宽敞了不少。媳妇，顾大夫说了，你身子亏空的厉害，要多注意休息，我打扫房子，你在一边打下手就可以。好，我督依你。夫妻二人有说有笑的忙活着，豆豆则在一旁满脸惊奇地盯着赵小驴的2条腿。虽然之前赵小驴安慰豆豆时说过自己是装的，可是前一刻还需要娘背着的爹爹，下一刻就活蹦乱跳的干活，他还是觉得很开心，爹爹真的没事。入夜，宽敞的土炕上，一家3口合衣而卧。时间匆忙，他们一家除了几件衣物什么都没有。小妹，明日你坐赵大牛的车去趟镇上，买点生活用品回来。好。简单交代2句，一家3口沉沉睡去。折腾了1天2大1小，都累得够呛。只不过凤小妹和豆豆是真累的，赵小驴是演戏累的，反正都挺不容易。不知不觉朝阳初上，和煦的阳光再次照亮了这个大山脚下的小山村。凤小妹早早便跟着村里的牛车去了镇上，家里什么都没有，她要购置的东西有很多。留在家里的赵小驴见四下无人，便带着豆豆来到了不远处的小河边。根据原主的记忆，这条河里是有鱼的，只不过古代人捕鱼方式落后，而且普通人家并不擅长烹饪，所以在他们心中，除了下馆子，自家做出来的鱼并不好吃，因此也就没怎么有人捉。小妹估计要下午才能回来，我正好趁这个机会看看能不能捉2条鱼回去。等小妹把清单上的调料买回来，晚上就可以给她娘俩做顿鱼汤补补身子了。这是小龙虾。一天的时间匆匆而逝，太阳的尾巴即将引入山脚时，凤小妹坐着赵大牛的牛车回来了。到了门口，赵大牛帮忙将东西搬了进来，然后又安慰了赵小驴一番，这才转身离开。等赵大牛走后，夫妻二人开始整理东西。镇里的东西都不便宜，就这张床单和2床被子就花了650文，要不是时间来不及，咱自己扯了布和棉花做，要便宜不少。还有这米面，我说买点糙米粗面就可以了，你非要买精米细面。你是不知道，1斤精米15文，1斤细面18文，我哥买了10斤就花了330文，这要是买糙米和粗面，顶多100文。卖盐的掌柜给的盐黑乎乎的，一看就掺了杂质，就这还卖50文1斤，我这1斤盐可买亏了。赵小驴在一边听着凤小妹唠叨，
心里很是舒坦。在他的印象里，之前的凤小妹整天沉默寡言的，像具行尸走肉，今天却能说这么多，说明分家后他心里自在了许多，也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了。此时的二人就像是一对老夫老妻，一人唠叨一人听，气氛平淡又温馨。娘，爹爹在河里捉了好多的虫虫，怕怕的啊！一旁的豆豆煞有介事的，似乎在告着赵小驴的状，而这小家伙的话却似乎让赵小驴想起了什么。哎呀，光顾着听我媳妇唠叨，差点忘了正事。我让你去姑北那买的几味药材买到了吗？在这个时代，很多调料并未被人应用到烹饪上，所以调料铺没有，但是中药铺却可以买到。听到赵小驴又用这种略带梦浪的语气与自己说话，凤小妹略带娇嗔的瞅了他一眼。买了买了，等着我去给你们做饭。不等凤小妹说什么，赵小驴便一溜烟的跑了出去。这人还会做饭。金钩和横行也能吃，这不是水里的虫吗？这也能吃？看着眼前的2大盘，凤小妹一脸的震惊。在凤小妹的记忆中，这种东西是水中的虫子，咬人不说，搞不好还有毒。从小到大就没听说过这东西还能吃。赵小友，你确定这横行能吃？这东西不会吃死人吧？豆豆，来吃一个给刘伯伯看看。这是要拿自己闺女试吃啊！别人都是坑爹，这货直接坑闺女。虽然这样想，但是自刘掌柜接触赵小驴这些时日以来，对赵小驴还是有所了解的。在他心里，赵小驴是一个心念妻女、顾家且做人诚信的年轻人，否则他也不能仅仅因为别人只是给他捎了个口信说赵小驴有生意跟他合作，就大老远亲自跑来。太好吃了啦！刘掌柜，这段时间我的山货都是卖给了你们天香居，咱们认识以来我什么为人，您应该是有所了解的。赵小友的为人我自是认可的。既如此，再嚼劲倒显得某家不敞亮了。闻着味道甚是不错，我且尝一尝。说完，刘掌柜小心翼翼地夹起一点蟹肉，怀着上坟的心情送到了嘴里。然而下一刻，他的瞳孔却猛然瞪圆。这是啥呀？这也太好吃了啊！哎，我真的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再来一口。美味，甚是美味。如此美味的佳肴堪称极品。赵小友不知这道菜可有名字？蒜蓉蟹。蒜蓉蟹，好，这名字不错。赵小友是第一个敢吃这横行的人，想来足可名留青史了。哟呵，前世老听别人说什么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原来那个人就是我赵小驴啊。赵小友，之前你说有2道菜，还有一个是什么？刘某都有些等不及了。媳妇，给刘掌柜上菜。与此同时，山泉村赵家，此时赵氏与小赵氏正在院子里说着什么。懒婆娘，这么点木柴你要劈到什么时候？娘啊，这劈柴的斧子太重了，我手都磨出泡了。凤小妹上一级才走，这一对婆媳就被家里的活计累得怨声载道。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也不会反思凤小妹之前究竟有多累。都怪凤小妹那个贱人平时偷懒，临走留下这么多活计。娘，你之前就是太心善了，要我看当初一天1碗野菜粥给她吃都可惜了。此时的老天爷当真是瞎了眼，没一道雷劈下来，送这对恶婆媳去地府报道。不待二人继续说什么，一个村妇却火急火燎地跑进他们家院子。赵家嫂子，出大事了！我看到镇上天香居酒楼的大掌柜来了咱们村，现在直奔村西头去了。村西头没有其他人家居住，估摸着是找你们家老大的。天香居，那可是他们这个镇最豪华的酒楼，普通百姓人家想去吃顿饭都是相当奢侈的事。而那刘掌柜虽说不是什么高官巨贾，可对于山泉村这种穷乡僻壤的百姓来说，足以算得上大人物了。如今这等人物来了他们村，还有可能是去找赵小驴的，这赵氏怎么能不多想？老二家的，你跟小雪去打听打听，看看那天香居的刘掌柜是不是去找的那个天杀的。这个天杀的傍上了这等关系，竟然还瞒着我。妙啊！这金钩也甚是美味啊。赵小哥，这2道菜的方子我要了，你开个价。这2道方子虽是我绞尽脑汁想的，但却并不懂这一行，不知刘掌柜打算以什么价格收？这2道菜味道虽好，但横行和辣骨虾这俩食材吧，它有点特殊，我怕大家的接受程度不高。天香居买这2道方子也是承担了风险的。你看1张20两银子怎么样？说实话，这2道菜，赵小驴心里的预期是10两1张，而且他主要的目的也并不是只卖2张方子。这个刘掌柜20两确实有些低了，但你的疑虑也不是没有道理。看在咱们之前合作很愉快的份上，20两就20两吧。不过我有个要求，你若能答应，
咱现在就签公证。其实，在刘掌柜心里，这2张方子也远不止20两。一听赵小驴同意了，忙不迭地询问什么要求。赵小友但说无妨。我希望天香居的金钩和横行由我独家提供，并且每斤金钩的收购价不低于25文，每斤横行不低于20文。赵小哥，由你来提供食材倒是可以，只是这价格是不是稍微有点贵了？世人能不能接受这2样食物还不确定呢，万一天香居做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怎么办？刘掌柜，如果贵店做出来的蒜蓉虾和香辣蟹卖不出去，那我提出的条件直接作废，咱的公证重新签。这时代的人们做菜一般都只有油盐酱醋，拼的也就是哪个大厨能用这些东西将食物做得更美味。但这2个方子里的料子可不一样，光花椒和茱萸2样就能引爆食客的味蕾。1斤辣菇虾就算只炒2盘菜，1盘按100文算，那也是7倍的暴利，除掉人工材料等支出，怎么这也有5倍的利吧？好，有赵小哥这句话，某家就放心了，咱这就签公证。生意谈妥，双方都很满意。不得不说，刘掌柜是个出色的生意人，他并没有因为赵小驴家境贫寒而起任何轻视之意。寒暄之余，不忘关心赵小驴的腿伤。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就在门外一个狗屁的身影正忙不迭地逃离这个小院。娘，大事不好了，我大哥发达了，他现在手里至少趁40两银子。你说什么？